废话少说，直接开始啊！马上过年了，很多老铁都需要跑高速回家，对不对？跑高速回家，但是呢，有很多新手司机他不会跑高速，咋办？今天暴弟给大家出一期视频，也是跑高速最详细的一个教程。视频可能说有点长，但是您看完绝对有帮助。好，现在反镜头过来看一下。好，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啊，暴弟已经到达高速口了，对不对？暴弟这里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因为我这个车上没有导航。暴弟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进入高速前一定要设置好自己的目的地。设置好目的地以后有个啥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提前到哪里下高速啊，不至于说走错路，导致我们新手心里更加的紧张恐慌，对不对？好，前方马上就是高速口，我们进入高速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车辆上有没有 EDC。大家看一下，我的车上有 EDC。如果说你有 EDC， 你就走左侧车道。我们看一下上面都有写，对不对？没有 EDC 我们就走右侧。但是前方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前方这辆车他可能说他没有 EDC， 但是呢他走了 EDC 的车道，对不对？就造成这种他过不去但是后方又来了车，怎么办呢？只能往后倒车。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家记住，进入高速口之前最好先研究一下，看看你的车辆上有没有 EDC。有 EDC 的话，我们再进入 EDC 车道。好，我们等待一下等这辆车倒出来以后，我们再选择进入 EDC 车道。好，等它倒出来，我们往左打一把，别让它倒住我们。大家看一下，他在车里边不知道瞅啥呢。好，我们进来以后，等这个杆抬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高速了。EDC 这边过的时候要慢一些，如果说太快，可能说你刷不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杆抬起来以后，听到滴儿的一声咱就可以进来了。进入高速以后，前方暴弟这里着重的给大家说一下是一个高速分叉口，一个是南，一个是北，这也就是暴弟提醒大家打开导航的原因。由于暴弟没有第二个手机了这里也没有导航，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看一下，一个是往北京走的，一个是往郑州走的。以我现在的位置来说，一个是南，一个是北，对不对？如果说你进入匝道之前你选择了错误的匝道，那么只会越走越远，南辕北辙。好，前方呢就是一个高速的匝道了，说普通点就是说一个非常急的弯道。在这里呢，大家注意把速度降低一点。如果说速度太快，特别是冬天哪里下点雨下点雪，弯道上再一结冰，咱们是不是打方向就很容易失控侧滑侧翻撞上护栏，对不对？引发不必要的事故，耽误我们回家的行程那就不好了。好，慢慢的经过这个匝道以后，大概40码左右，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高速的主干道了，对不对？主干道这里暴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汇入主路之前先这样扭头看一下主车道，因为这时我们看一下后视镜看不到主车道，对不对？要先扭头看一下左侧后方，没有来车以后，我们进入这个加速车道，然后呢再观察左侧后视镜，确认后方无车以后，在这个加速车道上将车速提高以后加速车道上将车速提高以后，我们提点速度超越左侧的大货车，然后呢我们再汇入主路。因为这个大货车车速比我们慢，所以说我们可以安全的变道过来。好，上了高速以后，此时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4车道的高速，对不对？4车道的高速意味着什么？左侧2个是我们小轿车走的车道，右侧2个就是大货车走的车道了。所以说我们要逐渐的把我们的车变道至左侧车道，也就是说我们小车该走的车道。看前方有这个牌，右侧2个是客货车，左侧2个是小轿车，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准备向左侧变道，但是呢我们要超了这辆车，因为它速度比较慢，没有我们变道的空间。好，超过它以后，我们先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定安全以后再变道。记住，打一次灯变一次道，不能连续变道，因为左侧后视镜有盲区。好，现在呢我们还是第2车道，还是大货车走的车道，大家发现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再打一次转向灯，再看后视镜，1灯2镜3方向。这里暴弟提醒大家一下在高速上超越大货车，第一个要看它的前轮，看它的前轮。大货车由于车身比较长，对不对？它变道的时候都是车头压线以后，车尾才会变道过来。所以说我们记得在高速上不要只知道按喇叭，要学会用灯语。闪大灯第一个提醒大货车，提醒它以后，我们再观察它的左前轮。当发现它的左前轮没有压线的痕迹以后，没有想要变道的趋势以后，我们就加油门，快速的超越过去。记得在高速上千万不能长时间的跟着大货车，也不能被大货车跟。为啥呢？因为
高速上啊，大货车它第一个风噪比较大，第二个噪音比较大，第三个盲区比较大。如果说你长时间跟在大货车的屁股后面，那是不是很容易啊被它追尾，或者说你追尾它都有可能。而且大货车车身高啊，盲区大，你也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万一前方出现的状况，咱也来不及去应对，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是个啥呢？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只好啊走在中间车道上。为啥说走中间车道啊？中间车道它第一个是咱们小轿车走的，第二个万一前方有车辆发生了事故，咱们能干嘛？咱们能够向左或者说向右去变道，对不对？能够向左向右啊去避让。那出现这种情况，咱们能避让，是不是关键时刻就能够多一条躺车通道呢？但是这里报地提醒大家一下，变道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好我们的左右后视镜，确定安全以后你再去变道。记得啊，在高速上，如果说你遇到什么，还有就是说其他的障碍物，或者说一个塑料袋，甚至一些什么看着不起眼的东西，你记住千万不能压，并且呢，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以后，要第一时间减速，能够避让就避让开，不能避让，咱们记得啊，你不要去猛打方向盘，猛打方向盘很容易导致咱车辆失控，因为在高速上你要知道，速度越快，越容易车辆你方向盘打得起来以后，方向盘越容易失控，对不对？包括刚才我们超越大货车时，还是那句话，要学会使用灯语。大家看一下，闪大灯，对不对？提醒它，并且伴随着喇叭，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提醒到大货车。并且呢，刚才大家看到了，路过高速出口了，对不对？如果说万一啊，我们打算在这儿下高速，你真的不小心错过了啊，你记住，千万不能犹豫，我们只能将错就错，大不了你到前一个路口啊，你掉头再回来，对不对？你记得啊，千万不能往后倒车停车，也不能说从最左侧连续的变道过去，不能压线。压线不仅会扣分和罚款，而且呢，万一后方车辆速度很快，你连续变道过去以后，把你给追尾了，你想想，在高速上你要明白一件事儿，被追尾的死亡率远远大于追尾的那一方。再有就是说，在高速上啊，如果说你发现路面颜色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路面上补丁很多，对不对？包括很多啊凸起的地方，大家看一下，这种路面啊有补丁。如果说你发现哪里有补丁，或者说路面颜色突然变了，路面颜色突然不一样了，咱们也是要记得提前减速，因为咱们高速上车速很快，车速很快会咋样的？大家看一下，就类似于这种路上的补丁，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这块比较黑的明显的。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咱记得提前减速。万一高速路上有刚修的路啊，它那个错台不是那么平整，你速度太快，你要记住一个特别小的坎儿，你速度大了以后压力变大，它就有可能导致咱车辆爆胎，对不对？所以说咱高速上遇到啊，无论前方是有一个小坎儿也好，或者说啊路面颜色不一样也好，还是说塑料袋也好，包括什么木棍树枝也好，咱们都要提前啊观察中央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以后，咱再啊点刹车啊，把车速降下来，可能说不至于让咱车辆爆胎。说到爆胎，这里报地再提醒大家一下，高速上开车，万一咱的车辆真的不小心爆胎了，你记住一定要坐稳扶好方向盘啊，尽量将咱车辆控制到一个合理的速度。也就是啥是合理的速度？将车速慢慢的去降低。你记住千万不能急踩刹车，万一啊你一急踩刹车，你的车轮本来就爆胎了，本来它就可能说方向容易失控，对不对？你再去拐弯，很可能会导致咱的车辆啊突然就变道了。大家看一下，就像这种路面颜色不一样，咱就提前将车速降下来，对不对？如果说你速度很快，它真的有一个错台，会很容易导致啊咱车辆爆胎。再有就是咱啊在高速上，还是说那句话，急刹车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观察左右后视镜，包括中央后视镜，确定后方啊没有跟得很近的车辆以后，咱们再去减速。要记住，在高速上被追尾的死亡率是远远大于追尾那一方的。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在高速上遇到雨雪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咱们务必记住一个字儿：慢。速度慢一些，打开车辆除了远光灯、双闪灯以外，其他所有的灯光，特别是要打开雾灯，因为雾灯的穿透力比咱其他的灯光穿透力都要更强，也更容易被其他人给发现。好，大家看一下，一般这个路口就报地现在马上要下了路口了，毕竟也开了很远了，对不对？报地准备下高速，
下高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个3公里的指示牌，对不对？一般高速出站口都会有3公里、2公里、1公里、500米的指示牌。当我们发现这个2公里指示牌的时候，我们都要变道至最右侧了。但是呢，前方有一个大货车，对不对？我们不能距离大货车很近，因为刚才暴弟说了，你不能紧跟大货车，也不能被大货车跟，所以说我们要再变道一下。好，变道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公里的指示牌，对不对？说明我们距离要下的出站口还有2公里。好，我们准备马上超越这个大货车。超越它的时候，闪大灯，按喇叭，看它的前轮，确定没有压线以后，我们再准备快速的超越。但是前方还有货车，我们要学会随机应变，打转向灯，观察左侧后视镜，确定安全以后变道。然后呢，这里暴弟给大家示范了，也就是说我们在高速上脑袋不要那么死不要那么呆，遇到速度慢的车我们就要超过去。记住，在高速上不能超速行驶，也不能龟速行驶。刚才大家看到了1公里指示牌，对不对？此时即便说前方再有速度比较慢的车，我们也就打算跟在他后边了。为啥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去超车，你很可能会错过高速出口。大家看一下，前方有个大货车，对不对？这个是500米的指示牌，那么这个大货车我们就给它保持一个大概5秒跟车的距离，也就是说5秒跟车原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车辆的位置到达前方车辆所在的位置需要5秒钟，这就叫做5秒跟车原则。好，给它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记住不要跟它太近。好，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出站口了，对不对？打右转向灯，观察右侧后视镜，确认安全以后动方向。这里暴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暴弟动这个方向盘幅度很小，因为啥呢？因为高速上车速越快，这个方向盘的幅度也就要越小。如果说你在高速上方向盘幅度大了，那么就是啥？就是漂移，对不对？这里暴弟给大家演示一下也就是说我们速度快了，这个方向盘幅度就会变大。现在暴弟准备，现在是在右侧车道，对不对？我准备向左侧变道一下，1灯2镜3方向。你看我动方向的时候，可能说你都看不到这个方向盘动，我们就变道了过来，对不对？所以说速度越快，方向盘的幅度打的也就要越小，因为速度快了以后，你方向盘稍微动一点，车身摆动的幅度也就越大。好，我们进入匝道以后，马上就快要到达再走1-2公里就要到达我们要下的出站口了。经过这种弯道呢，我们注意一定要将速度降下来。有句话说得好，弯前刹车，弯后油，切记不要速度太快。好，方向盘可以看到不要动得特别的急，我们的眼随手动。好，过来以后再慢慢的回正，对不对？记住，在高速上打方向盘一定要慢打慢回，少打少回，缓打缓回。如果说你打的特别急特别猛，那么就可能说导致咱车辆失控。还是那句话，速度越快，我们的方向盘就要打得越慢越稳，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就一定要慢。好，现在是2车道的高速，对不对？那么2车道高速，暴弟就建议大家我们走在右侧车道了，也就意味着前方没有大货车的情况下，我们走在右侧。为啥呢？右侧还是中间车道，万一前方车辆发生了事故，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向左或者说向右去变道呢？左侧有一个快车道，右侧有一个应急车道，对不对？好，大家看一下，前方还有1公里就要到达我们的下站口了。那么这里呢，暴弟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动力比较好，就像现在这种情况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变道，好，能够超过它的时候，我们再超过。因为这个速度因为它的速度比较慢，我们要去观察，发现它的速度比较慢，我们有超车的空间，我们就快速的超过去，不要拖泥带水。大家刚才看到暴弟超车的方法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到高速出口快要下站的时候，都是地面标志都是实线，所以说暴弟建议大家要下站一定要提前变道至最右侧。大家看到左侧都是实线，那么这个时候你变道不仅有可能会被扣分罚款，而且呢会被后方车辆疾驰而来的车辆给追尾。我们下高速前方就是匝道了，这个匝道一样很弯很急，和我们上高速时的匝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速度最好降到40左右，速度太快很有可能车辆打滑、失控、侧翻都有可能。好，慢慢的变道过来，我们上高速时走的是 ETC 车道，对不对？
那么我们下高速一样是走 ETC 车道。我们观察一下上方，如果说是这种红色的插号箭头，那则代表这个车道不能通行，车道关闭，对不对？我们就找这种绿色的，大家看一下，右侧那个绿色的是人工车道，而左侧上面这个显示 ETC 专用车道。我们来时 ETC， 出站一样 ETC， 对不对？这就是完整的一个跑高速的流程了。朋友们，你学会了吗？希望能够帮到你。